周深歌声护航，科幻巨制挽救计划震撼来袭，一场听觉与视觉的宇宙漫游。各位影迷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咱们不聊别的，就聊聊最近娱乐圈和电影圈里最炸裂的一个消息。相信不少人的朋友圈已经被这条新闻刷屏了。由好莱坞当红影星瑞恩·高斯林主演的科幻大片《挽救计划》正式定档于3月20日全球同步上映。而且，更让咱们中国观众热血沸腾的是，知名歌手周深将为这部电影献唱中文主题曲《遗失的日子》。这首歌会在3月18日全网上线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是咯噔一下，太惊喜了。这种好莱坞顶级 IP 加华语顶级嗓音的组合，简直就是梦幻联动，让人忍不住想立刻按下日历上的倒计时键。咱们先来聊聊这部电影的底气从何而来。挽救计划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，它改编自《火星救援》作者安迪·威尔的同名小说。喜欢硬科幻的朋友对安迪·威尔肯定不陌生，他的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硬核里藏着温情，科学逻辑严丝合缝，但讲的故事又特别能打动人心。火星救援当年可是让无数人对着屏幕啃土豆，这次的新作更是把格局打开了，从拯救一个宇航员升级到了拯救整个太阳系的危机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种基于科学幻想却又充满人文关怀的剧本，才是科幻电影该有的样子。它不只是炫技，更是在探讨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。说到剧情，这次的设定真的非常抓人。影片讲述了在地球面临太阳危机之际，人类与外星文明携手拯救宇宙的壮丽故事。想象一下，在浩瀚无垠的黑暗森林里，一个孤独的人类宇航员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外星伙伴，他们语言不通，文化不同，却为了同一个目标并肩作战。这种跨越物种的信任与合作，光是想想就觉得浪漫又热血。我个人对这种孤独中的陪伴题材特别没有抵抗力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感到孤独，而电影里这种超越一切的理解，恰恰是我们内心最渴望的慰藉。当然，电影好不好看，主演的表现至关重要。这次担纲男主的是瑞恩·高斯林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高司令。他的演技那是有目共睹的，从《爱乐之城》里的深情舞者，到《银翼杀手2049》里的冷峻复制人，他总能精准地拿捏角色的情感脉络。在挽救计划的预告片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危机中的英勇表现，那种面对绝境时的坚韧和脆弱，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说实话，我特别期待看到他在太空舱里那种压抑环境下的微表情。高司令的眼睛里是有戏的，我相信他能撑起这个孤独英雄的重担。接下来，咱们得好好说说这次的重头戏，周深演唱的主题曲《遗失的日子》。周深是谁？那是咱们华语乐坛的 OST 之王，他的嗓音空灵、纯净，仿佛自带混响，能轻易穿透人心。这次他为科幻大片献唱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科幻片往往给人一种冷冰冰的科技感，但周深的歌声是有温度的，他能用声音给硬核的科幻故事披上一层柔软的情感外衣。我个人是周深的老粉了，每次听他的歌，总感觉像是在星空里漂流，那种空灵感跟太空题材的电影太搭了。这不仅仅是一首歌，更像是电影情感的另一条叙事线。关于这首主题曲《遗失的日子》，光听名字就充满了故事感。遗失意味着失去、遗忘，或者是被时间冲刷掉的记忆，日子则代表着生命中最宝贵的点滴。在电影里，主角为了拯救宇宙，可能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，甚至被世人遗忘。这首歌很可能就是在唱这些被牺牲掉的时光，唱那些无法回家的日夜。我还没听到正式版，但光是琢磨这个歌名，心里就已经开始泛酸了。好的电影主题曲从来不是电影的附庸，而是电影灵魂的延伸。我真心希望这首歌能成为那种前奏一响就能让人瞬间泪目的经典。再说说电影的视觉效果，在当今这个充满科技感的时代，观众对科幻片的特效要求是越来越高了。挽救计划作为一部全球同步上映的大片，在视觉效果和叙事结构上肯定是要下血本的。从预告片来看，外星文明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，那些奇异的飞船、未知的星球地貌，每一帧都像是在烧钱。对于咱们观众来说，去电影院看科幻片，图的就是一个沉浸感。我个人是个特效控，如果画面不够震撼，我会觉得票价值不回，但如果只有特效没有故事，那更是灾难。希望这部电影能在视觉奇观和叙事节奏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最近科幻题材的影片总能引发广泛的讨论与热议，这其实反映了咱们观众审美的一种变化。以前大家可能更爱看喜剧、爱情片，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我们对未来、对宇宙的好奇心越来越重。
我们开始思考人类命运，思考科技伦理。挽救计划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映，可以说是恰逢其时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不仅仅是一部娱乐片，它更像是一个契机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抬起头，仰望一下星空，思考一下除了柴米油盐之外，人类还有什么共同的目标。现在，不少影迷和音乐爱好者已经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周深的主题曲了。我刷了一下微博和抖音，发现大家都在期待他为这部影片带来的音乐魔力。有人说是周深一开口，宇宙都安静了；有人说是这配置不看不是电影迷。这种未映先火的氛围真的很难得。其实，这种讨论本身也是电影文化的一部分。我个人很享受这种社区感，大家因为一部电影、一首歌聚在一起，分享期待，分享猜测，这种共鸣让等待上映的日子也变得有趣起来。对于周深的粉丝来说，这更是一次骄傲的时刻。周深的歌声走向全球，为好莱坞大片演唱中文主题曲，这代表着华语音乐人的影响力在扩大。这不仅仅是周深个人的成就，也是华语流行音乐被国际主流商业电影认可的一个标志。我个人对此感到特别自豪，因为以前我们总是听别人唱我们的故事，现在终于有机会用我们的声音去诠释全人类共同的故事。这种文化输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首歌本身的流量。如果你是科幻片的忠实粉丝，或者对周深的音乐情有独钟，这部挽救计划无疑是你不能错过的年度大片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它集合了目前市场上最优质的资源，顶级的原著 IP， 一流的演员阵容，震撼的视觉特效，再加上周深这样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加持，这就像是一道精心烹饪的大餐，食材新鲜，火候到位，就差你拿着筷子入座了。我个人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买好 IMAX 的票，坐在最好的位置，感受那种生化合一的冲击了。咱们再深入一点想，电影和音乐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化学反应。好的画面能赋予音乐画面感，好的音乐能赋予画面灵魂。遗失的日子在3月18日上线，比电影早2天，这个时间点选得很妙。它给了观众一个预热的机会，让大家先通过音乐进入电影的情绪状态。等到3月20日走进电影院时，当熟悉的旋律在影院响起，那种感动绝对是翻倍的。我个人有个习惯，看电影前一定会先听主题曲，这样看电影的时候情感代入会更快。希望这次也能有这种体验。此外，这部电影的主题携手拯救宇宙，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也显得格外有意义。人类与外星文明的合作，隐喻着现实中不同国家、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。面对共同的危机，唯有团结才能生存。这虽然是个科幻故事，但折射出的却是现实的哲理。我个人觉得，好的艺术作品总是能在娱乐之外给人一点思考的空间。这部电影如果能传达出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理念，那它的价值就不仅仅局限于票房了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锁定上映日期，跟随周深的歌声，一起踏上这场拯救宇宙的冒险旅程吧。这不仅仅是一次观影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旅行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能有2个小时让我们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为别人的命运揪心，为宇宙的存亡屏息，是一种难得的奢侈。我个人真心希望这部电影能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挽救我们对电影院的热爱，挽救我们对科幻题材的信心。总的来说，3月20日咱们电影院见。不管你是为了看高司令的帅脸，还是为了听周深的天籁之音，或者是为了安迪·威尔的硬核故事，这部电影都值得你走进影院。希望到时候，当我们走出电影院，抬头看向夜空时，能多一份敬畏，多一份希望。这或许就是电影带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礼物。